恒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神经？算了，清月，顾恒爸妈死得早，没人教过他规矩，才会这么小家子气。你说什么？清月，我们赶紧走吧，我可不想看到一个大男人娘们唧唧掉眼泪的场景，会被饿饿的吃不下饭的。林清月，正因为我是孤儿，才格外珍惜这个家。可这些年，你和宋然暧昧不清，嘴上说是闺蜜，相处起来却像夫妻，而我这个真正的丈夫，却被当成了保姆。不哭不哭，爸爸在呢。怎么这么烫？不行，得赶紧去医院。顾恒怎么把孩子抱出来了？该不是想卖惨吧？等等，林清月，想用孩子套牢我，做梦！清月，今天可是我们相识25周年纪念日，可得好好喝一杯。哎呀，你们都认识25年了，这要是结婚，都得是银婚了吧？是啊，怎么也得喝个交杯酒才行啊，是不是清月？清月，清月，我现在在医院。顾恒，你真行啊！为了骗我回家都开始撒谎了，也不编个好点的理由。你下午不是还生龙活虎，还有力气打人吗？怎么晚上就病了？我没撒谎，是孩子。顾恒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和清月就是好闺蜜，不然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，轮得到你当她老公？顾恒，我是嫁给你，不是卖给你，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。再多说一句，别怪我把你扫地出门。不愧是我们清月，就是霸气，御夫有道啊。亲爱的好闺蜜，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，要一生相伴，永不分开。林清月，宋然是你最重要的人，那我和孩子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顾总，您有何吩咐？刘秘书，帮我准备离婚协议。顾先生，孩子已经没事了，稍后就可以回家。谢谢大夫。顾恒，你说你孩子生病就直说嘛！我早上回家听邻居说你们在医院，都要急疯了，马上就开车过来了。孩子是不是在里面？我带了头孢，孩子吃了就好。顾恒，你干什么？做母亲，不知道婴儿吃头孢会有生命危险吗？是吗？我哪知道这些事情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是不知道，还是根本就不在乎？你眼里除了你的男闺蜜宋然，还有谁？够了，顾恒，这事是我不对，但说到底还不是怪你。怪我？别人家有钱的老公都是请几个保姆伺候老婆带孩子，我呢，嫁给你这个废物，又要生孩子又要忙工作，累个半死还要被你骂。顾恒，清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会嫁给你这种窝囊废，只会大吼大叫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自己老婆。我光是看着都心疼清月。宋然，还是你对我好，顾恒比不上你1/1000。林清月，你可真贱呐！我为你差点丢了命，你无动于衷。宋然说2句好话你就感动成这样，差点为我丢了命。顾恒，你别搞笑了好吗？3年前，宋然酒驾带你飙车撞人，死者家属讨要说法，我帮你们周旋，你们却扔下我逃跑。这对狗男女撞了人还想跑，把他们抓起来！大家先冷静，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宋然，快走！清月。
我在 ICU 躺了1个多月，更是差点失去生育能力，你都忘了吗？够了，顾恒，我不是已经给你生孩子了吗？一点小事念念不忘有意思吗？是挺没意思的。林清月，我们离婚。离婚？离婚？顾恒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没有我，你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哪个破出租屋里啃泡面呢！跟我提离婚，你也配？我不配。结婚5年，家里所有家务都是我在做。你怀孕生孩子，我忙前忙后，一刻都没休息过。你贪玩，公司所有业务都是我在管。我为你，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，在你眼里还比不过宋唐的几句甜言蜜语。当然比不过，你做的这些事，我随便找谁来都能做。但宋然对我的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。顾恒，你能照顾清月和孩子，那是你几辈子才修来的福分。你不照顾，有的是人照顾。好啊，那这福封给你，我现在就和林清月离婚。清月，顾恒现在不冷静，你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们不是说好去宠池派对的吗？衣服我都帮你准备好。你是不是又给我买那种色色的泳衣了？你怎么老这样？还不是因为你身材好，不秀出来多可惜。顾恒，看到了吗？你要是像宋然一样会照顾我的情绪，我也不至于看到你就烦。真是世风日下，一个女人都结婚有娃了，还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，恶心。哎，这小伙可怜啊，肯定是家里没什么钱，才被这么欺负。顾总，顾总，您可是恒天集团总裁，掌控全球经济命脉的存在。林清溪的一切都是您给的，他却这么对您，简直就是白眼狼。没必要说这些。以前是我识人不清，才会真心错付。现在清醒了，就不会再和他有任何关系。至于孩子，我是一定要带在身边，亲自培养。这是自然，我已经为少爷准备好了所需的一切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从今天起，我将重掌恒天集团。恭贺顾总！顾总，集团新收购了一家会所，就在附近，您要不要去巡视一下？顾总，请。顾总，会所现在共有娱乐、休闲、商谈等12个区域，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恒温宠池区，安保措施严密，没有任何监控死角。这里没顾恒那个脏东西，空气都清新不少。这可是宋然的生日拜会，顾恒但凡有点自知之明都不敢来。就是，顾恒越是和宋然站一起，越显得他又穷又粗，让人恶心。喏，你的生日礼物。这是百达翡丽典藏款，怎么样，喜不喜欢？我挑了好久，价值5000万呢。喜欢，太喜欢了。为了报答，我帮你哄哄顾恒那怨妇吧，拿回去给顾恒包他开心。不是吧，清月，你都要和恒天集团合作了，马上钱多到花不开，怎么还给自己老公二手货啊？那怎么？这表虽说我戴了6年，但现在也还值个几百块，配顾恒刚刚好。没错，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东西。就顾恒那废物，给他二手的都算抬举他。二手货，林清月，这些年我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各种好东西都甘心奉上，可原来在你心里，卑微低贱到只配用二手货。这个贱人，要不是顾总你发话，他连恒天集团的门都进不了，他居然敢这么羞辱你！刘秘书，通知下去，取消恒天和林氏的一切合作。是，顾总。行了，别提顾恒那个窝囊废了，听着都晦气。帮我涂精油，别以为你今天是寿星就能不伺候我了。这次记得轻点。放心吧，祖宗，我会很温柔的。要是再弄疼你，任你处置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以前不也是宋然涂的吗？都是闺蜜，怕什么？一群毫无礼义廉耻的垃圾！顾总，我现在就让人把他们扔出去！等等，顾总，这你也能忍得了？现在撕破脸太便宜他们了。刘秘书，你去调取会所的监控视频，我要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。是。
清月，你这身材也保持得太好了，完全看不出来生过孩子，能不好吗？有宋然这男闺蜜贴身照顾，还有顾恒这冤大头帮忙养孩子，日子那叫一个逍遥自在啊！说起来，顾恒对孩子真的很好，全天不休的照看着，喂奶、哄睡、换尿布全部包揽。这万一发现孩子不是他的，可怎么办啊？孩子不是我的，知道又怎么样？大不了踹了他。顾恒这种男人，当个保姆伺候我还行，想当我孩子的爹，做梦。刚好宋然想要个孩子，我又怕他被外面的野女人骗，干脆就替他生个孩子喽。原来我一直亲手抚养、寄予厚望的，不是我的孩子。爸妈，顾家后继有人，你们在天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我居然像个傻子一样，将这对狗男女生的野种抱到爸妈灵位前，让爸妈死了都不得安宁。说起来，顾恒还要谢谢我呢，要不是有我，他这辈子都别想抱上儿子。为什么？难道他不能生？本来是可以的，但我实在不想生他的孩子，就给他喂了一点绝色药。结婚5年，他每天都在吃，1800个昼夜，一次都没漏下。绝色药，这对狗男女竟敢这么对待顾总，简直是找死！顾恒就这么听话，连吃5年的绝色药。顾恒3年前受过重伤，医生说他很难有孩子。我跟他说吃了这药能生孩子，他可开心了，还对我感恩戴德呢。果然是个贱骨头。林清月，你给我戴绿帽还不够，还要害我顾家断子绝孙。虽说顾恒当时替我挨了顿打，但我陪他一个孩子，也算补偿。清月，既然你不喜欢顾恒，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？是啊，你跟宋然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何必便宜顾恒那个废物？我就是太爱宋然，才会和顾恒结婚。因为爱情是会变质的，友情才能地久天长。最重要的是，宋然喜欢这种偷情的感觉。既然追求刺激，那当然是要追求到底了。你们好坏啊！原来顾恒那个蠢货只是你们 play 的一环。清月，还是你会玩，做家务、带孩子，还有3天后邻家祭祖这些脏活累活都有顾恒去做。你只要美美的和宋然享乐。清月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顾总，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游戏是他们先开始，但结局由我来定。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顾总，我已经按您要求全部调查清楚了。林清月和宋婵在过去5年里偷情次数高达600多次，宾馆、酒吧、温泉会所、野外露营地都留有他们偷情的视频，甚至是现在2人都还在颠鸾倒凤。是在车里特别刺激吗？感觉你比平时更卖力了。顾恒这几天在祠堂忙上忙下伺候祖宗牌位，我当然也得忙上忙下，好好伺候你这个小祖宗了。你好坏啊，不过我喜欢。肮脏下贱的狗男女！顾总，我现在就找记者曝光他们。不用，明天就是林氏的祭祖大典，我会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。将军，顾恒，这次大典你办得很好啊！振东有你这么能干的女婿，是他有福了。谢三叔公称赞，可惜林家百年清誉，今日就要彻底毁在林清月手里。顾恒，王八蛋，你竟敢惹我女儿生气！振东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打人呢？顾恒这些年对内照顾清月和孩子，对外打理公司各种事务，可以说是兢兢业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三叔公，我打这个贱冲，那是因为他该打。一个靠着老婆吃饭、扒着我林家吸血的赘婿，竟敢惹清月不开心，打死他都不为过。你一个大妈早死的孤儿，要不是攀上清月，还不知道在哪条街和野狗作伴呢。你唯一的价值就是伺候好清月，再惹清月生气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扒我的皮，就怕你没这本事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好你个顾恒，平时白吃白喝就算了，
现在还偷拿我们林家的钱给自己买高档西装和手表，越穷还越爱装高调，简直丢尽男人的脸。林家的钱，那你可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我身上所有东西都和林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放屁！没有我林家，你一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，怎么可能买得起高档货？虚荣还撒谎，恶心至极！呸！顾恒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振东话是难听了些，但理没错。你只是一个赘婿，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，老实本分才行。赘婿，马上就不是了。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还想跟清月离婚？当然，因为我顾恒绝对不会要一个婚内出轨的荡妇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女儿绝对不会干出轨偷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。他和宋婵勾肩搭背招摇过市这么久，也就是你老眼昏花看不见。顾恒这么信誓旦旦，难道清月真出轨了？顾恒可是出了名的老实，对清月也是言听计从，有求必应。要不是被逼急了，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林清月平时就和宋然勾搭不清，没想到真出轨。顾恒，妈给你跪下了。黑梅，你怎么能跟一个赘婿下跪呢？起来！我也是没办法了，女人的名声那是命啊，造谣容易辟谣难。顾恒这句话传出去，清月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顾恒，算妈求你别再污蔑清月了，行吗？珊珊，你不用求他。清月和宋然每次出去玩，我们3个都在，都能作证。他们之间清清白白，连手都没多碰一下。顾恒，你太过分了，自己没本事就给清月泼脏水，还逼得婶婶给你下跪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顾恒，你又干了什么，惹得大家这么生气？我干了什么？我只是把你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而已。女儿，你可算来了！顾恒刚才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污蔑你和宋然偷情啊！什么？顾恒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和宋然只是闺蜜，我们是纯友谊。你平时胡闹也就算了，怎么能在祭祖大典上当着祖宗和亲戚的面造我黄谣？顾恒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少在这伤害清月，是不是造谣？你们心里清楚。行了，和他废什么话？敢在祭祖大典上血口喷人，污蔑我女儿清白，必须跪下磕头道歉。磕头道歉，等你们看完这些就知道，真正该磕头道歉的人是他林清月。天啊，林清月竟然真和宋婵搞在了一起，她可是有老公的，这不就是偷情吗？林清月和宋婵不仅喝交杯酒，还睡到一张床上了，就这还好意思说是清清白白纯友谊？我老婆要是敢有这样的男闺蜜，我非得让她净身出户不可！造孽呀！林家出了你这种不知廉耻、败坏家风的荡妇，我没脸去见列祖列宗了啊！清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和宋然出轨了？林振东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女儿不可能做偷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吗？现在呢，还说得出口吗？林清月，你和我结婚不过5年，和宋然偷爱的次数就高达600多次，所有姿势都试遍了。现在你还有脸说你和宋然是好闺蜜、纯友谊吗？你顾恒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证据都摆在这里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会要跟我说，这都是你梦游时做的事情吧？看吧，林清月自己都狡辩不下去了，出车就是出车，偷爱就是偷爱，自己无耻还能有意当挡箭牌。林清月和顾恒才结婚5年啊，就和宋婵偷爱691次，平均3街上的狗都被他下贱。我不过是犯了天下男人常犯的错误而已，凭什么男的可以犯，我就不行？你们至于大惊小怪吗？再说了，宋然温柔体贴，比顾恒这个废物好1000倍、10000倍。我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，那又怎么了？顾恒，这事儿说起来都要怪你自己，要不是你惹清月生气，我怎么会暖心安慰清月，然后一不小心越界呢？顾恒，该反思的人是你才对。我确实应该反思，怎么能容许一只疯狗不停在我面前乱喊乱叫？顾恒，你敢打人！再叫我连你一起打！顾恒这个窝囊废，今天怎么这么硬气？顾恒，这事是清月做的不对，但她再怎么说也是你老婆啊！前不久还拼死为你生下儿子，看在儿子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清月这一次吧。儿子？对，
你和清月的儿子长得白白胖胖的，多可爱！你也不忍心让他在一个残缺的单亲家庭里长大吧？那你就错了，我非常忍心。顾恒，你好歹是个男人，连这点担当和包容都没有吗？是啊，顾恒，清月已经知道错了，也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，是吧，清月？老公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我们和宝宝就还是幸福的一家三口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嫌你恶心，更嫌那个野种恶心。顾恒，你敢说我儿子是野种？顾恒，就算你对我和清月有再多不满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把气撒在孩子身上，说他是野种？是啊，大人间的恩怨何必牵连孩子？更别说这孩子还是顾恒的亲生骨肉。居然骂自己的孩子野种，遇上他这种爹，这孩子也是倒了8辈子血了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根据 DNA 分析结果判定，顾恒和孩子亲子关系不成立，孩子不是顾恒的，那怪顾恒说是野种。顾恒怎么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？难道这孩子真是林清月跟宋婵出轨生下来的？还用说吗？林清月婚内出轨就算了，居然还和宋婵生下野种，这对狗男女就该千刀万剐！我们林家100年世家，怎么就出了这种见不得光的丑事儿？丢人呐！太丢人了！清月，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清月，你快说句话呀！顾恒，你居然背着我偷偷和孩子做亲子鉴定，你恶心不恶心？身为妻子不忠丈夫，和男闺蜜勾搭成奸，肮脏龌龊；身为母亲只顾享乐，让孩子出生就背负野种骂名，自私恶心。顾恒，你别太过分！怎么，光顾着打他，忘记打你了是吗？这对奸夫淫妇真是厚颜无耻，自己犯错不反省，还有脸说别人恶心。就是要我说，就该把这对狗男女活活打死，清理门户，以正家风。顾恒，本来我为了维护你作为男人的尊严，帮你隐瞒真相，一忍再忍，没想到你今天这么过分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呸！什么真相？能让你放着自家老公不要，和野男人生孩子？就是，你给顾恒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还好意思说是为了他好，要不要脸啊？林清月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不给我留情面。各位，我和宋长生孩子，那是因为顾恒就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物。清月，这是真的吗？顾恒他不能生育？当然是真的。顾恒3年前受过重伤，从此不能生育。我不忍他被人嘲笑，才瞒着他，和宋然帮他生了孩子。没想到顾恒竟然不识好歹，对我们恩将仇报。顾恒，清月对你可是一片苦心，她非但没嫌弃你，还找我帮忙生下孩子，让你能体验当父亲的感觉。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么说来，我还要谢谢你，把这个野种给我养啊！什么野种？那是我的宝贝外孙，继承了我林家的优秀基因，能认你这个不能生的残废当爹，你就偷着乐吧。顾恒，清月做这么多，还不是为了你能有个儿子傍身？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闹离婚，真是不识好歹！你们真不愧是厚颜无耻一家人，居然能把出轨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顾恒，清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抱歉，我不喜欢当被人绿了还要忍气吞声的绿毛龟。顾恒，我为了维护的尊严受尽委屈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和宋然，你已经把我们之间的情分耗尽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会再给你留任何脸面。林清月，耗尽我们之间情分的人是你，你不会以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事吗？顾恒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我给他下绝世药了？不用怕，这事我们做的很隐蔽，顾恒就算知道也没有证据。顾恒，我知道不能生孩子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是极大的打击，但你也不能为了自己可笑的尊严，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亲戚们面前造谣我吧。是造谣还是确有其事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顾恒，你搬台电视来干什么？该不是想等会儿给我跪下道歉的时候播放苦情背景清月吧？顾恒，我劝你还是尽早接受现实吧，乖乖来照顾我和清月的孩子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可以允许孩子长大后叫你一声爹。林清月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主动承认自己还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少蹲几年大狱。我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跪下向我和宋然道歉，再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，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林家当赘婿，否则你就等着净身出户，当一条流浪狗吧。无药可救。说起来，顾恒还要谢谢我呢，要不是有我，他这辈子都别想抱上儿子。为什么？难道他不能生？本来是可以的，但我实在不想生他的孩子。
就给他喂了一点绝饲药。结婚5年，他每天都在吃，1800个肉液，一次都没漏下。天哪！林清月居然伙同奸夫给自己老公下决心药，这么损阴德的事都做得出来，是要遭天打雷劈的！清月，你真给顾恒下药了？清月，顾恒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帮你打理公司，照顾孩子，孝敬长辈，什么都为你做了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黑心烂肺的事？顾恒，你竟然偷拍我！我没你那么卑劣，是你和宋然在公共场合肆无忌惮说出自己的罪行。我已经将所有证据移交律师，你还有你，等着牢底坐穿吧。顾恒，你以为靠这段视频就能拿捏我？我林氏集团马上就要和恒天集团达成合作，并将青云直上，成为海城霸主。我看哪个律师敢接你的案子？清月，你说的难道是那个产业遍布全球、跺跺脚就能以股市地震的恒天集团？没错，就是那个掌控着全国经济命脉的恒天集团。他们总裁可是对清月赞赏有加，决定大力扶持林氏。顾恒，你有什么可笑的？我笑你们白日做梦。恒天集团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合作。刘秘书，恒天已全面终止和林氏的合作。很好，顾总那边也已经出手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接顾总。顾恒，你说恒天不跟我合作就不跟我合作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就凭我是恒天总裁。你恒天总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穷酸样，连恒天总裁提鞋都不配。你要是恒天总裁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顾恒，也就是只有你这种社会底层的渣子，没本事没见识，都没法理解恒天总裁是多么伟大的存在，才能说出这么可笑的话。恒天总裁就是天上耀阳，高不可攀，而你不过是地上一坨烂泥，任人践踏。清月，顾恒胆大包天，竟敢冒充恒天总裁，要是让总裁知道，必会降罪。他自己找死不要紧，万一连累我们，可就不好了。爸，你说的对。顾恒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现在跪下道歉，我还能向恒天总裁说你几句好话，尽可能保住你的性命。清月，光让顾恒下跪道歉，既体现不了赔罪的诚意，也表达不出我们林氏的态度。哦，那你想怎样？这样吧，你趴在地上学几声狗叫，恒天总裁大人有大量，想必不会和一只畜生一般计较。林清月，乱叫的狗就该打死。宋然，这个狗杂种，竟然掰断我的手指！顾恒，我们好心为你寻找生路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居然还伤害宋然！我不需要你们的好心，我只需要让你们付出背叛我的代价。清月，既然顾恒自己找死，你就别再心软了。是啊，女儿，顾恒这窝囊废已经没救了，冒充恒天总裁，提罪当诛。顾恒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，带去恒天集团向总裁赔罪。随我去迎接总裁。是。顾恒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是该后悔。林清月，结婚5年，我把你当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。你爱美，所有家务我来做；你爱玩，孩子出生后我来带；你爱钱，我就用恒天集团帮林氏成为海城第1豪门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我只求能换来你爱我的真心。够了，这些不切实际的话你还要说多少遍？我都听腻了。腻了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把给你的一切统统收回。顾恒，你该不是真疯了吧？林氏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靠清月的能力和智慧，跟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关系？顾恒，你吃我女儿的软饭，还要抢她的功劳，要不要脸啊？男人活成你这样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不是靠我？很快就知道了。顾恒，你真是无可救药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我看谁敢！这是顾总，我来迟了。刘秘书，你来的刚刚好。顾恒，为了唱这出戏，你下了不少功夫啊，还专门找人演秘书，喊你顾总，真是好笑。美女，顾恒给了你多少钱啊？值得你这样？哦，不对，他一个赘婿能有什么钱？不给钱，难道是用上车底的？住口！不许你们这么侮辱顾总！哼，看
看你这妖里妖气的样子，八成是顾恒从哪条街上找来的野鸡吧？再多说一句，你这张嘴就别要了。好啊，顾恒，之前是我女儿，现在又是这泼妇，你天天躲女人身后，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还敢侮辱顾总！够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。你就是个人尽可夫的傻子，红杏出墙，肮脏下贱，恶心至极！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这蛇蝎心肠女当世潘金莲，为和男闺蜜偷情，居然给枕边人下绝饲药！你个贱人！婚内出轨，私生野种，贱人说谁呢？臭傻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借闺蜜之名做苟且之事，这一巴掌是打你伤风败俗、勾引人妻；这一巴掌打你心思龌龊、出口成脏；这一巴掌打你尊卑不分、冒犯顾总。宋然，你没事吧？我他妈一定要把你卖到最下等的屋子去！就凭你们几个废物，也配？我女儿可是恒天集团的合作伙伴，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有眼无珠的蠢货，口口声声恒天集团，却连集团总裁都分辨不出，说你是猪都是猪的耻辱。你们所说尊贵无比的恒天集团总裁，就是顾恒，顾总。什么？顾恒是传说中那位只手遮天的恒天总裁？这女人看着就来头不小，感觉所言非虚啊。那林家现在不是把恒天集团得罪惨了？恒天总裁可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男人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他顾恒要真的是总裁，又怎么可能像哈巴狗一样缠着清月不放？就是一个窝囊废，一个疯婆子，装有钱人还装上瘾了。因为我真心爱过林清月，所以甘愿放下身份默默陪伴。后来才发现，林清月根本不配。顾恒，你知不知道冒充恒天总裁这事儿传出去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死无葬身之地的是你们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居然还嘴硬，明年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多烧点纸钱，不然你活着是穷鬼，死了还是穷鬼，多可怜。笑吧，珍惜你们还能笑的时间，1分钟后你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通知下去，即刻起全面封杀林氏。顾恒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装作事，怎么办啊？我好怕，怕被你笑死，还1分钟，给你1年都没用。30秒，省点力气吧，不然我怕你等下哭都哭不出来。哼，顾恒，早死晚死都是死，与其负隅顽抗，不如早点求饶，我们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。还有10秒，你们怕了？笑话，我们会怕你这个窝囊废？顾恒，你还没认清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吗？我们是大象，你就是蝼蚁。你见过蝼蚁踩死大象的吗？顾恒，别再死鸭子嘴硬了，赶紧下跪磕头认错，我还能保你全尸。5。顾恒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4。闭嘴！既然顾总发话，你老实等死就行。都死到临头了还装3。事到如今，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。2。顾恒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会替你收尸。1。哎呀，说好的1分钟让我们笑不出来呢，我怎么还能笑得这么得意呢？顾恒，男人最悲哀的不是没本事，是没本事还要硬装逼。怎么不敢接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不好了，林总，恒天集团宣布全面封杀林氏，林氏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清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恒天集团刚才宣布全面封杀林氏。怎么会这样？恒天集团不是很看好你，准备和你合作吗？是啊，清月，恒天之前还说要大力扶持林氏呢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天哪，顾恒的话都应验了，他真是恒天集团的总裁，捏死我们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得罪了恒天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你真是恒天总裁？林清月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从今以后，你们的每一天都是地狱。都怪你这贱人，放
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跑去勾搭野男人，自己找死就算了，还把我们推火坑里。还有你，偷别人老婆的杂种，你把我们害惨了，我就是死也要拉着你陪葬，杀死他！够了，够了！你们都给我冷静点儿，别被顾恒那废物骗了。他不可能是恒天集团的总裁。怎么不可能？顾恒一句话就让整个林氏陷入万劫不复的后区。他不是恒天总裁，还能是谁？顾恒确实装得很像，但他忘了一件事：恒天集团呼风唤雨这么多年，他的掌舵人至少也有40多岁，怎么可能是顾恒这种毛头小子？那封杀怎么解释？一定是顾恒大闹典礼，害得公司名誉受损。恒天集团一时生气，才宣布封杀林氏。顾恒肯定料到会这样，才故意打时间差来骗我们。怪不得顾恒跑那么快，这再演2秒他就要露馅了。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，林家什么事儿都不会有，依旧会是海城的名门望族。而他顾恒永远都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废物。哼，说顾恒是废物，一个大男人成天劲儿不做，净整这些歪门邪道，恶心透顶。女儿，你可不能轻易放过他。爸，你放心，等我忙完公司的事就去收拾顾恒，我会让他知道怎么叫做后悔莫及。欢迎顾总回归。久等了各位，顾总说笑了，这是我们的荣幸啊。这些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您的回归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今后我会将所有重心都放在工作上，全力以赴带领集团更上一层楼。顾总，这是集团近期最重视的项目，相关数据和方案都在这里。这个项目前景不错，我要亲自到实地查看。顾总，那里现在还是工地，尘土飞扬的，你实在不用亲自前往。我当初白手起家的时候，住过工棚，吃过冷饭，比这难上100倍的日子都熬过来了。这点尘土算什么？是我这就去安排。不愧是顾总，就是可靠，有顾总掌舵，这个项目稳了。喂，王总，你之前不是说想投资我们林氏吗？林清月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你都上恒天黑名单了，现在就是一个随时会炸的雷，还想要我投资？死一边去！别想拖老子下水！等等，王总，王总，落井下石的狗东西！等我缓过来，你就是跪着求我合作都没门。妈，我还在谈业务呢，你能不能管好孩子？你吼我干什么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哪会带孩子？再说了，之前都是顾恒在带，哪有我操这份心？顾恒又是顾恒，要不是他，公司股价也不至于跌这么多，家里也不会乱成这个样子。你先别念叨顾恒了，赶紧把孩子哄好啊，吵得我头疼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也没哄过啊！哭哭哭，一天到晚除了哭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吵什么吵？没看见我正和人聊天吗？亲爱的菲菲，宋婵，你还是人吗？孩子都哭成这样了，你一点也不关心，只顾着和外面的贱货聊骚。什么贱货？什么聊骚？林清月，你别无理取闹，我这可是在帮你。你和野女人打情骂俏，还有脸说在帮我？当然是在帮你。这位孙小姐可是恒天集团的女高管，只要搭上她，就能解决林氏目前的困境。我一心为你，你居然还骂我！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快跟我说说，你准备怎么做？我已经和菲菲约好，今天去恒天集团拜访顾总，到时只要把误会解除，恒天就会取消封杀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我听说顾总神秘莫测，外人想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。这个菲菲真能带我们见到恒天总裁？当然，菲菲她爸可是恒天集团大股东，当年也是跟着顾总一起打拼过来，交情颇浅。俗话说得好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见一面还是很简单的。这真是太好了，宋然，关键时候还是你靠谱啊！宋然、清月，你们今天一定要把顾总哄高兴了，到时林家一飞冲天，那些个落井下石的狗东西都得哭着回来求我们。没错，尤其是顾恒那个窝囊废，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又看见我功成名就，一定会哭着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先别管顾恒那只臭虫了，你们两个赶紧准备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攀上顾总。好大的阵仗，车上的人一定是顾总。怎么会是他？我没看错吧？下车的人是顾恒？不会的，就是有些像，绝不可能是顾恒。快放我们过去，我们是顾总的客人。
耽误了我们和顾总见面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我们可没收到消息，顾总今天约人了，赶紧滚，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宋婵哥哥，你来啦！这是我的客人，不得无礼。宋然哥哥，你来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，我好来接你啊，也就不会发生刚才的事情了。菲菲，我能问一下顾总今年多大了吗？这不是要见面了吗？想多了解一下。我怎么知道顾总多大？我又没见过。不过我爸那么敬佩他，应该比我爸大吧？比我爸大一点，快60了吧？我就知道顾恒那个废物不可能是恒天集团总裁。我就知道顾恒那个废物不可能是恒天集团总裁。你嘀咕什么呢？鬼鬼祟祟，一副上不得台面的样子。你没事，他就是快要见到顾总了，激动。菲菲，快带我们去见顾总吧，我都要等不及了。下次去巡视工地不能穿西装了，太容易脏了。顾总，林氏公司的2位代表来了。顾总你好，我是林氏总裁林清月，此次前来是想向您偿清误会。哦，什么误会？这声音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啊？我知道您封杀林氏是听信了祭祖大典上的谣言，但我向您保证，这都是莫须有的事情。是啊，顾总，这是有人故意抹黑我们林氏，你千万不能听信谣言啊！你倒是说说，是谁抹黑你们？是我那个废物老公，自己没本事就千方百计想要毁了我和宋冉。顾总您英明神武，想必不会被这种垃圾蒙骗，对吧？对。你祖宗！你祖宗！顾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废话，这可是恒天集团总裁的办公室，就不是你一个下三滥的垃圾可以踏足的地方。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才是。你，顾恒，耍嘴皮子功夫有意思吗？你再这样，这辈子都别想求得我的原谅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要我求你原谅？顾恒，别嘴硬了。你出现在这儿，不就是因为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才死皮赖脸跟踪我们，想让我允许你回到林家吗？顾恒，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赶紧滚过来给我们下跪磕头，否则你就继续露宿街头，和野狗抢剩饭去。你们2个脑子有病就去治，别在这里发癫。你们2个脑子有病就去治，别在这里发癫。脑子有病的人是你，顾恒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？你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你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。就是，你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，我们捏死你比捏死蚂蚁还容易。不想着讨好我们，还在这耍横，你不是有病是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死到临头还不消停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被恒天封杀的人是你们2个。那都是误会，是你刻意抹黑我们。只要我们和顾总解释清楚，他一定会解除封杀。等林氏东山再起，就是你这废物的死期。那你们要失望了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林氏再也起不来了。顾恒，上次大典你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刚好撞上恒天误会林氏而已。你不会真把封杀林氏当成自己下的命令吧？顾恒，你这白日做梦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啊！怎么，是没钱去治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拿去，找个精神科的医生看看脑子，或者我送火送到西，直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送你到精神病院倒还可以。就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你可以试试。够了，顾恒，你不会还在幻想自己是一呼手应的恒天总裁吧？顾恒，平时你在外面胡闹也就算了，顾总日理万机，也没闲工夫打理你这跳梁小丑。但你现在居然跑来办公室撒野，真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拿开你的脏手，否则我不介意再掰断一次。趴在地上学几声狗叫，恒天总裁大人有大量，想必不会和一只畜生一般计较。乱叫的狗就该打死。顾恒，你少得意！我就是得意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
够了，顾恒。本来看在你伺候过我几年的份上，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，没想到你死不悔改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了。哦，所以你到底能拿我怎么？你会把你的恶行告诉顾总，让他把你挫骨扬灰。抱歉，我错了。顾恒，你现在才道歉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该说你们脑子有病，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脑子。顾恒，你就继续嘴硬吧，等顾总来了，打断你全身骨头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骨头更硬。林清月、宋婵，你们到底是不肯承认还是不敢？我就是你们要找恒天集团的顾总。顾然，别装了，承认自己一无所有、一事无成就那么难吗？让你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冒充恒天总裁，你真是可怜又可笑。顾恒嘴软，假货终究是假货，成不了真。就像你坐在顾总的位置上，也改变不了你就是清洁工的事实。清洁工？这是你打扫时留下的污渍吧？顾恒，你确实装得很像，暗中排练过很多遍了吧？为了你自己那点可笑的自尊心，倒是下了不少功夫。可惜细节暴露了一切。顾恒，原来你是来当清洁工的呀？你的抹布和水桶呢？快拿出来，洗洗你的厚脸皮。懒得和你们废话。喂，保安，打电话是摇人是吧？这次又打算喊几个演员过来陪你演戏，给我死心吧！我绝对不会再让你胡作非为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。放开我！听不懂人话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宋然，你怎么样？宋然哥哥，你还好吧？菲菲，这个人不仅冒充顾总，还弄到我的手，简直罪该万死！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！宋然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今天非弄死他不可！你又是谁？我是恒天集团采购部经理孙菲菲，识相的话，现在就下跪道歉，还能饶你一条小命。顾恒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们认识菲菲这位恒天集团女高层，根本不会上你的当。集团守则第208条，严令禁止带外部人员进入公司。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记得，那又怎么了？这些条条框框是约束普通员工的，我又不是普通员工，根本管不到我。你爸是谁？报上名来。我爸可是恒天集团的副总裁孙大海。原来是他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怕？我顾恒活到现在就没怕过什么。你好大的口气！是吗？原来孙大海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这么威风。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直呼我爸的名字？我算什么？你问你爸就知道了。什么？你爸孙大海到底是跟着我打拼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看在他的份上，我就不计较你带人擅闯办公室的事情了。现在马上带着这2个蠢货离开这里。这人到底是谁啊？怎么气势这么吓人？难道他真是顾总？菲菲，你怎么了？不会是相信了顾恒的鬼话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个被林家踢出去的窝囊废而已，根本不用怕。清月，说是吧？没错，他就是个被我亲手逐出家门的废物，身份、地位、财富、能力，说他是条狗都抬举他了。什么嘛！原来只是个虚张声势的赘婿，竟然敢骗我！我今天一定要撕了你的嘴！我劝你打个电话向你爸问清楚，别等我动手了，怪我不留情面。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我爸你到底是谁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还可以控制。要是闹到我爸面前，让他知道你冒充顾总，你必死无疑。我是不是冒充不是你说了算，打吧。打就打。喂，怎么了，宝贝女儿？顾总现在在哪儿？在不在公司？怎么样，菲菲？孙总怎么说？我爸说，你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骗子！骗子！岂有此理！顾总好不容易回来，居然有不长眼的混蛋趁机来冒充顾总。走，跟我去办公室，弄死这臭老鼠！孙大海跟你说我是假冒的。我爸说顾总去工地巡视了，你不是假的还能是什么？你不会要跟我说你是顾总的分身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已经巡视回来了？闭嘴吧，顾恒！我真听不下去了。像你这种杂碎，想当恒天总裁，只有一个办法，
跳下去，重新投一个好胎。走，跟我去办公室，弄死这臭老鼠！好。你这辈子已经注定了，只能是坨扶不上墙的烂泥。想要逆天改命，只能靠重新投胎了。现在投不投胎，也不是他自己能说了算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爸知道有人冒充顾总，非常生气，已经带人赶过来了。顾恒啊，顾恒，你现在就是不想死也难了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顾恒，你放心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我会帮你准备张草席的。我好久没见过你这么好笑的小丑了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挂上狗牌，在整个集团内爬一圈，我可以考虑要我爸放你一马。顾恒，还不快跪下来谢谢菲菲！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你可就真没一点活路了。学狗叫而已，你应该很擅长才对，毕竟你本来就活得像一条狗。林清月，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的。装腔作势，你冒充顾总能不能活过今天都不好说，还有空管我的代价？是谁竟敢冒充顾总？赶紧滚出来受死！爸，你可算是来了！我听说有人冒充顾总就赶过来了。真是活久见！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迫不及待找死的人。人呢？在那儿！就是你这个白产鸡假冒顾总！不是我！冒充顾总的杂种在那儿呢！孙总，你怎么给这窝囊废跪下了？孙总一定是被顾恒气的，他一个破保洁，成天和垃圾打交道，都不知道有多脏，竟敢坐到恒天集团总裁的位置上，简直是找死！孙总，你可得好好教训他，不然传出去，恒天集团的脸往哪搁啊？闭嘴！满嘴谎言的贱人，你自己找死，别拖我下水！孙总，你怕什么呀？他就是个蝼蚁，你动动手就能捏死他。你也给我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废了你！继续，这场好戏我还没看够呢。爸，你干嘛？你该打的人是他！逆女，你消停点吧！非要害死我，你才甘心吗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是我教女无方，才宠得她不知天高地厚，冒犯了您。什么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请你看在我女儿年少无知的份上，饶了她吧。要杀要剐，都由我一人承受。爸，你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菲菲，不许胡闹！你冒犯的人是恒天集团的掌舵人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如果不拿出点赔罪的诚意来，我怎么保得住你？顾总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你放过我爸爸吧！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认出您的身份，是我不知死活，对您喊打喊杀。对不起，爸爸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顾总，行了，都住手吧。孙大海，你女儿性子急躁，偏听偏信，从今天起免除一切职务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我们认，谢谢顾总高抬贵手，饶我女儿性命。至于你，教女无方，难辞其咎，连降3级，去基础岗待3年吧。是，谢谢顾总。你居然真的是恒天集团的总裁？林清月，这件事情我告诉过你很多遍了，只是你自己不愿相信。不可能！如果你是恒天总裁，你怎么会娶我？又怎么会愿意在我家当了5年的家庭主妇？答案，我之前在祭祖大典就告诉过你，因为我真心爱过你，心甘情愿当你身后的男人。只是我发现你根本不配。我不配，顾恒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你的错。要不是你隐藏身份，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们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。我当然明白，因为是你一直在欺骗我。你眼睁睁看着我一个弱女子在商场上苦苦打拼，却假装一无所知，还趴在我身上吸血，让我来解决你的衣食温饱。林清月，没有我背后相助，林家5年前就倒了。你胡说，你就是不想帮忙，就是不信任我。
我明明是你的妻子，却被你当贼一样防备。林清月，你颠倒黑白的功夫还真是越来越厉害。顾恒，你是根本没法反驳，对吧？因为事实就是你有愧于我。我有愧于你。你和你的男闺蜜连孩子都生了，也好意思说这句话？我只是……你打我！想打很久了。顾总，今天这些都是误会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走什么走？我今天非得跟他说清楚，明明就是他对不起我。够了，别再说了，真惹怒了他，我们今天都走不出去。顾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准备非法囚禁吗？恒天集团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孙大海，我再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顾总，请说。这2个人由你处置，如能让我满意，你的处罚时间缩短1半。好的，顾总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你想干什么？顾恒，我可是你老婆！闭嘴！臭不要脸的女人，就你也敢攀扯我们顾总？你自己做了丑事，还敢污蔑顾总，这张嘴不要也罢。孙总，我可是菲菲的好朋友，打的就是你这个小瘪三，把我女儿当枪使，差点把我们父女俩害惨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怎么还不跪下给顾总赔礼道歉？好痛！你是自己磕头，还是要我帮你？放开我！看来你是选我帮你了。这就不行了，真是没用的男人。行了，到此为止吧。顾总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真的不用把他们剁了喂狗吗？我们是正规集团，不做违法犯罪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就他们这种货色，喂狗我都怕吃坏狗的肚子，直接扔出去吧。是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这2个脏货扔出去！顾恒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顾总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出去吧。什么？你后天要回海城？我知道了，这事就交给我办。顾总，您这周的行程安排？刘秘书，最近3天的行程全部取消。我的好兄弟方太叔后天就要带着他老婆孩子回来了。方太叔是那个享誉世界的拳皇方太叔吗？就是他，我们在孤儿院相识，还成了结拜兄弟。听说拳皇一直忙于比赛，没想到已经结婚，连孩子都生了。他女儿还很小，过2天才百日。对了，刘秘书，你去安排一下百日宴。百日宴，我明白了。我兄弟的女儿就是我的干女儿，记住，这场百日宴必须办得风风光光，万无一失。顾总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什么？顾恒，他真的是恒天集团的总裁？老婆，你冷静点儿。你要我怎么冷静啊？恒天集团那是何等庞大的存在，这攀上了就是一步登天，飞黄腾达；这惹上了一步地狱，万劫不复。情况还没那么糟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还不糟？还要怎么糟？你女儿可是把顾恒给绿了！她现在可不是什么没用的窝囊废，她是呼风唤雨的恒天总裁，一句话就能弄死我们。行了，妈，别吼了，顾恒不会伤害我们的。不会，清月，你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觉得他不会伤害你啊？你懂什么？这是顾恒还在乎我的证明。什么？顾恒心里肯定还爱着我，不然怎么会这么生气？等他气消了，肯定会回来求我原谅他的。顾恒心里肯定还爱着我，不然怎么会这么生气？等他气消了，肯定会回来求我原谅他的。据悉，恒天总裁将在凯尔酒店为其孩子举办百日宴，
届时邀请各界名流参加。顾恒要举办百日宴，他哪来的孩子要办百日宴？当然是为我的孩子办百日宴啊！清月，你是说顾恒爱屋及云，即使你生的孩子不是他的，也视若亲生，甚至要大张旗鼓为孩子举办保日宴吗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除了我们的儿子，顾恒身边哪还有快满月的孩子？这个顾恒花样还真多，欲擒故纵这一招算是给他玩透了。先把我逼到绝境，再展示他对我的深情，我才会加倍珍惜他。没错，顾恒当初为了你，心甘情愿在我们家做了5年家庭主妇，洗衣做饭样样包揽。他肯定是爱惨了你，不然哪个大男人能做到这份上？还是我女儿魅力大，就算是给顾恒戴了绿帽子，他也始终放不下你，还上赶着要做孩子的便宜爹。哼，他顾恒就是我身边的一条舔狗，舔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现在肯赏他一个眼神，他就该感恩戴德了。顾恒这一压一扬的手段玩得可真溜啊！打个巴掌再给颗甜枣，就让我们全家对他感激涕零。不愧是恒天集团的总裁。顾恒再厉害，也是我女儿的手下败将，费尽心机折腾这么多，说到底也只是为了让清月多看他一眼。哼，还是我有本事，把女儿生得这么貌美如花，连顾恒这种呼风唤雨的恒天总裁都被我女儿迷得神魂颠倒。看在顾恒为我费了这么多心思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他之前做的那些事了。等孩子百日宴那天，我会当众宣布和他重修旧好。不行，男人都是贱骨头，太容易得到的就不会珍惜。清月，你得学会拿掉，不能轻易松口。怎么拿掉？原谅顾恒也可以，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来。不拿出点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就想求得原谅，门儿都没有。没错，顾恒当初隐瞒身份娶了你，我们可没收到他的天价彩礼。他可是恒天集团的总裁哎，娶老婆娶得这么没诚意。对对对，这次正好趁着孩子百日宴，把当初该得的份额都补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别说只是要点东西，就算我开口要恒天集团，顾恒也会乖乖双手奉上。清月，百日宴那天，你得让顾恒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亲口承认将恒天集团转让给你，不然的话，坚决不原谅他。当众转让？男人有钱就容易变坏，你得趁他爱得上头，直接把恒天集团拿到手，这样他就再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。顾恒要真能做到，我就勉为其难认他这个女婿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顾恒这么爱我，一定会答应的。我这就联系律师，准备资产转让协议，就等着顾恒把恒天集团双手奉上了。顾总，百日宴的各项事宜都已经准备妥当。顾总，宴会厅已经布置完毕。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给方太书先生准备的是全球限量款跑车，车钥匙已经放在定制礼盒中。不错，是他会喜欢的礼物。我给方夫人准备了价值1000万的高端珠宝，专门挑选了她喜欢的蓝色系列。考虑到方夫人刚生产完不久，还准备了补身体的珍稀药材。孩子的礼物呢？这是孩子的百日宴，孩子的礼物才是重中之重。当然，依照护总您的要求，我专门前往法华寺选购了和田玉、长命锁，还请李大师亲自开光了。很好，你先去酒店检查，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我要亲自去机场接太叔他们。好的，顾总。这凯尔酒店不愧是海城第一酒店，真是豪华气派。我听说这里接待的人都是各界名流，位置特别难订，我之前想订都没订到呢。这也是恒天集团名下的产业，以后就是我们的了。等清月接管了恒天集团，你想什么时候来这儿，咱们就什么时候来。到时候你想直接闭店，把这变成我们的私人度假区都行。好，好。
这是幻影系列的跑车，听说全球限量只有3辆，好多人想买都买不到呢。你喜欢这个？当然，男人哪有不爱车的？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跑车就是男人的小老婆。喜欢就送你了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真看不出来，顾恒还特妈是个情种。也好，以后这些东西都是我儿子的了。这是海洋之心。什么海洋之心？这可是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顶级珠宝，之前在某次拍卖会上拍出了3亿的天价呢。3亿！顾恒这次真是下了血本了。妈，你要是喜欢就拿去戴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说真的，我都有点不敢拿了。有什么不敢的？顾恒送给我和孩子的东西，我肯要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至于我送给谁，东西都给我了，自然是我说了算。女儿，你看看好不好看？还行，下次让顾恒再给你买个更好的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以后你的珠宝啊，带都带不过来。哎呦，这神仙般的日子也是让我享受到了。这是法华寺的宝贝，听说能延年益寿呢。顾恒果然是爱屋及乌，对我的孩子都这么好。行吧，以后我会好好跟他过日子的。清月，你别忘了我们今天来这儿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没忘，今天我一定会让顾恒把他名下的所有资产全部转给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是你们？你们怎么来了？这是顾恒为我儿子举办的百日宴，我作为孩子的亲妈，当然得来。你儿子的百日宴？赶紧把东西放下！这是拳皇千金的百日宴，礼物都是给小千金的。柳如梅，别说谎了，这百日宴是顾恒办的，我和他结婚5年，怎么不知道顾恒还和拳皇有交情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你根本就没了解过顾总。你这么着急赶我走，不就是想上位吗？可惜顾恒他只爱我一个。上赶着抢别人老公，真是不知廉耻。你长得是有几分姿色，可跟我们清月比起来就差远了。这要是放在古代，清月是正房夫人，你顶多算个洗脚贱婢。小贱人，你要真那么饥渴难耐，我可以在大街上帮你找几个流浪汉。闭嘴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，你敢打我！嘴贱的东西就该往死里打，省得污染我的耳朵。贱人，敢打我老婆，今天老子非得教你做人不可！就你们几个畜生东西，也敢大言不惭地说叫我做人，那就别怪我把你们送回畜生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是我办事不力。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今天一定帮我狠狠教训柳如梅这贱人。是啊，好女婿，
贱婢竟敢掰断我的手腕，你必须让他百倍奉还！我说，就该毁了这小贱人的脸，再把他卖到缅北去，把他心肝脾肺肾都挖出来卖了。谁允许你们来这里的？顾恒，你不用瞒我，我都知道。你大张旗鼓举办孩子百日宴，不就是为了告诉我，你愿意把我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吗？我已经看到你的诚心了，只要你再将恒天集团转让给我，我马上和你在一起。林清月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居然想要顾总把恒天集团转让给你？闭嘴！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顾恒，你愿意把集团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女婿，其实清月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你突然变成了恒天集团的总裁，她心里不安，想有点安全感而已。是啊，是啊，这对于女人来说，安全感还是很重要的。再说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集团在你手上和在清月手上也没什么区别，你说对吧？顾恒。你这张脸还真是金刚不坏，怎么打都打不烂。顾恒，你疯了！疯的人是你，林清月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你这么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放弃一手打拼下来的恒天集团？因为你爱我呀，顾恒，你大张旗鼓的举办百日宴，还为我和孩子搜罗来这么多宝贝，证明你心里根本就放不下我。做都做了，又何必嘴硬呢？到底是谁说这些是为你们准备的？这显而易见的事情，还用别人说吗？顾恒，除了我的孩子，还有谁的孩子值得你耗费心思举办百日宴？林小姐，话可别说得太满。顾恒，你到底有几个野女人？宝宝，不哭。你怎么对这个孩子这么好？难道他是你的私生子？顾恒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顾恒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你这样把我们清月的脸面放在哪里？顾恒，你之前做家庭主妇的时候，可是我们清月一直养着你。现在你得势了，就养野女人，还有了私生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都给我闭嘴！再惹祸孩子，我就让你们一辈子都出不了声。顾恒，你就这么看重这个野种吗？我更不能让他活着，东西都应该留给我儿子才对。顾恒，你疯了！清月可是你老婆，你居然下这么重的手！顾恒，你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你竟然对自己的老婆动手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恒天集团的股价都得跌破。哼，你再厉害也堵不住悠悠之口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冷血恶心的男人，我看谁还会跟你合作。顾大哥，遇上这么一家子颠倒黑白、毫无底线的人，你也是够倒霉的。也怪我当时爱错了人。是啊，爱错了人和案底没差别了。闭嘴！你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还有脸在这里说我们？就是，自己就不干净，还在这装清高。臭不要脸的骚狐狸，没脸没皮的烂货，看着就恶心。事到如今，你们居然还觉得我是小三，果然，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。你也就仗着现在有顾恒护着，不然怎么样？老婆，你还好吗？抱歉，放行李耽误了点时间，你没受欺负吧？有顾大哥在，我怎么会受欺负？还看了一场精彩的好戏呢。你居然有老公，顾恒！你都能接受他有别的男人，为什么偏偏对我和宋人的事情揪着不放？就是，顾恒，你都和别的男人共享一个女人了，自己都享受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，凭什么还怪清月出轨？大家彼此，大哥别说二哥了。现在清月不嫌弃你脏就不错了。我看啊，这事儿就这么翻篇，
以后大家各退一步，和和美美过日子算了。认识你们，真是我这辈子都洗刷不掉的污点。认识你们，真是我这辈子都洗刷不掉的污点。顾恒，我都看见了，你还装？我就和宋然一个，你倒好，直接搞夫妻，还好意思说我和宋然不干净？真论脏，我可比不过你。你说谁脏？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，既然都做了，就别怕人说呀。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没钱，靠老婆攀上了恒天总裁，还做了另类兄弟，指不定心里多高兴呢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一个卖老婆上位的男人，能是什么大人物？我叫方太叔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是拳皇方太叔？看来你们也没有孤陋寡门到连我都不知道。那你们应该也听说过，我这个人护老婆，谁敢欺负就要把人碎尸万段。你骂的很脏啊，把我老婆、我大哥全都骂进去，那就先拿你开刀好了。住手！别打了！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对，误会了你们的关系。现在道歉，完了！打了他，可就不能打我了。顺手的是吧？你不会连女人都打吧？我这个人不打女人，但欺负我老婆的除外。顾恒，你以前都会冲出来护着我的。保护人也要看这个人值不值得。像你这种不知廉耻、毫无底线的女人，顾大哥没打死你就很不错了。快走吧，不然真的会被打死的。我说你们可以走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一定要逼死我们，你才甘心吗？你们扰乱我女儿的百日宴，还想偷走我大哥送的礼物？我还给你就是了。你们碰过的东西，我嫌脏，直接照价赔偿。限量款跑车3000万，海洋之心3000万，还有大师开光的平安锁9000万，总共1亿5千万。什么？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是啊，就算是把我们都卖了，也赔不起呀。顾恒，你好歹做过我的女婿，不然就算了吧。是啊，反正这些是你送的，你肯定能拿出更好的赔给拳皇，就别为难我们了。你们再说一句，赔偿款翻倍。与其在这儿废话，你们还不如赶紧凑钱，不然就每人留下一个器官，虽然不值钱，但我拿来喂狗，也算是凑合。不行啊，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。清月，你说句话呀！是啊，清月，你赶紧想办法呀！宋然，我之前给你买过不少东西，你先还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送我的东西，你现在想要拿回去？现在是特殊情况，你别那么自私。再说了，当初要不是你说想要个孩子，我和顾恒也不会走到今天这地步。明明是你自己犯贱，有老公还来爬我的床，死皮赖脸生下我的孩子，我还没怪你呢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你这贱货勾引我，就算不能和顾恒处成朋友，也不至于得罪他，更不会招惹拳皇被打成这个样子。你就是个扫把星！宋然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我女儿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打她！老东西，再说我连你一块儿打，交出这种倒贴我的蠢货，你也有责任。我打死你！区区1亿5千万，至于吗？够了，别打了。这笔账之后再清算，现在我不想看见你。
顾总，林氏已经收购完毕，林清月正式破产了，据说现在沦化成清洁工。她和宋婵的孩子也因为无力抚养，被送往福利院。福利院？宋婵不管吗？外界得知宋然招惹了你，都不敢再和他合作。宋家汽车宝妈直接宣布和宋然断绝关系，后面就不知所踪了。需要我去调查一下吗？不用，以后他们的事情和我无关了。你接下来的行程是前往凯尔酒店和方先生见面。走吧。顾恒，